最近歐洲工業老大哥德國的操作簡直讓人看傻了眼，前腳剛因外長挑釁台海推遲訪華鬧得一地雞毛，後腳就急着給中方打電話服軟，這邊求着修復中德關係保經濟，那邊又砸錢拆華為 5G 設備自毀網絡。這還不算完，他還靠着炸核電站宣告告別核能，爭當環保先鋒。這波又剛又慫又殘又自豪的迷之操作連起來看，活脫脫一場讓人看不懂的大戲。這還是那個曾憑精密工業和穩健外交立足世界的德國嗎？大家好，歡迎來到星球熱點，國際大事從不缺席，輿論場中抽絲剝繭，聚焦獨家中國資訊。點讚、訂閱加小鈴鐺，帶你用不一樣的視角讀懂中國故事。小編先來給大家捋捋德國外長這趟跌宕起伏的訪華鬧劇。本來定好10月26號，德國外長瓦德富爾要飛抵北京，跟咱們外長舉行正式會談。這原本是中德關係持續推進的常規動作，畢竟兩國在經貿、工業等諸多領域都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繫。可誰也沒料到，出發前的瓦德富爾突然飄了，非要在台海問題上挑釁中方底線。他公開放話，德國承認一個中國原則沒問題，但怎麼執行由我們說了算。還特意補了句，不支持武力改變台海現狀。這話裡話外的傲慢和干涉意味簡直溢於言表。中國當即硬氣回應，台灣是中國領土一部分，不允許任何人定義。這話直接戳破了瓦德富爾的虛偽面具，讓他在國際輿論場丟了大面子。可沒想到，這位外長不僅不反思，反而耍起了小孩脾氣，宣布推遲訪華，還倒打一耙說因為中國沒人想見他。他怕不是以為這是過家家，覺得靠一哭二鬧三上吊就能逼中方讓步，派更大的官來接見他，好讓他找回面子。但外交從來不是小孩子賭氣，哪能因為對方哭鬧就慣着？有時候晾一晾，反而能讓對方更快認清現實。果然，沒等中方主動出手，德國內部先亂了陣腳，不少政客和企業大佬紛紛跳出來指責瓦德富爾：“你這是幹嘛？好好的中德關係非要搞僵。”更要命的是，瓦德富爾這趟訪華本是給德國總理默茨打前站，為後續總理訪華鋪路。他這麼一鬧，總理的訪華計劃也只能跟着擱置。扛不住國內的壓力，11月3日，瓦德富爾主動給中方打來了電話，語氣裡滿是緩和，一個勁地說自己期待訪華。中方也借着這次通話，給德國也給其他想在台海問題上做文章的國家敲了敲警鐘，明確說了3句話：第一，別搞麥克風外交；第二，當年中方堅定支持德國統一，現在德國也該拿出應有的立場，堅決反對一切台獨行徑；第三，中德關係需要更穩定、更持續的政策框架。照這架勢，瓦德富爾遲早還是要來中國，默茨總統以及其他德國部長們後續也大概率會陸續訪華，畢竟經濟利益擺在那，德國實在耗不起。但千萬別以為一通電話就代表德國徹底轉了性，最近的德國簡直是在作死的邊緣反覆橫跳，不是正在幹蠢事，就是在去幹蠢事的路上。前腳剛因為訪華鬧劇鬧得沸沸揚揚，後腳就爆出更離譜的操作，花自己的錢拆自己的網絡。據外媒爆料，德國正打着國家安全的旗號，計劃掏出20億歐元補貼國內運營商，讓他們拆除中興、華為等中國企業的通信設備。德國3大運營商德國電信、沃達豐德國公司和西班牙電信德國公司還都簽了協議，承諾要在2027年之前一步步把中國廠商的設備全換掉。可這事細琢磨起來，簡直荒唐到了極點。首先得明確一點，他們拆的不是設備，是德國自己的網絡根基。丹麥分析公司 Strand Consult 的數據顯示，到2024年，華為設備在德國5G 基站中的份額已經高達59%，這意味着差不多5萬個信號站都得跟着拆了重建。這麼龐大的工程量，德國的網絡信號能不受影響？5G 服務能不中斷？更關鍵的是，這事根本不是拆了就行那麼簡單。拆完之後要重建，新設備和現有系統的兼容性要測試，舊設備的殘值處理還要成本。這一套流程走下來，20億歐元壓根不夠填窟窿。有業內人士測算，實際成本可能要飆升到30億歐元，還得導致網絡建設延遲至少5年。德國運營商早就私下叫苦連天，擔心政府這點補貼連零頭都不夠，最後還是得自己扛下巨額虧損。再說說他們口口聲聲的安全風險，說白了就是純粹的政治站隊。早在2019年美國制裁華為那會兒，就逼着盟友們跟進抵制。當時的德國總理默克爾就沒答應，還特意讓德國有關部門做了全面評估，結果根本沒找到華為設備存在安全問題的證據。
可如今美國加大了封鎖力度，德國政府也幾經更替，就把安全風險這頂帽子又撿了起來。說到底還是不敢得罪美國，但他們忘了英國就是現成的教訓。之前倫敦非要把華為排除在5G建設之外，結果成了歐洲網絡最差的城市之一，信號差、網速慢，還頻繁斷連。現在德國非要跟着學，怕是用不了多久，柏林就得步倫敦的後塵了。那德國為什麼一邊急着跟中國示好，一邊又忙着搞這種自殘式折騰？核心就4個字：搖擺不定。一方面，經濟上它根本離不開中國。今年1到8月，中國已經取代美國，成了德國最大的貿易夥伴。大眾、奔馳、西門子這些德國巨頭，哪一個離得開中國市場？可另一方面，政治上他又不敢得罪美國。前陣子特朗普制裁俄羅斯石油公司和盧克石油公司，表面看跟德國沒關係，實則戳中了德國的軟肋。俄羅斯石油公司在德國有一家子公司，每年能加工2200萬噸原油，直接僱傭5000多人，還供應着德國12%的成品油。特朗普一句話施壓，要求德國6個月內解決這家公司的歸屬問題，不然就連德國一起制裁。為了穩住國內能源供應，德國只能乖乖聽話。但中國這邊從來沒有既要又要的道理，中德關係的基礎是互利共贏。德國要是想一邊伸手賺中國的錢，一邊跟着美國打中國的臉，只會一點點消耗雙方的互信。小編猜測，要是真把中國市場惹急了，德國的汽車、機械這些優勢產業首先得遭殃，到時候市場丟了，好處沒撈着，德國反倒成了美國砧板上最肥的肉，那才真叫得不償失。如果說拆華為設備是自殘，那德國炸核電站的操作簡直是直接自廢武功。10月25號，一聲巨響劃破德國天空，600公斤炸藥引爆，貢德雷明根核電站的冷卻塔轟然倒塌，煙塵彌漫中，德國徹底告別了核能時代。可讓人匪夷所思的是，現場的環保主義者們居然歡呼雀躍，掌聲雷動，仿佛在慶祝什麼偉大勝利。就在不久前，他們剛炸了2015年才建成的德國最大火電廠莫爾堡煤電廠。4月15號，最後3座核電站又正式關停。這個歐洲工業老大算是親手斬斷了自己的能源命脈。聽起來挺高大上，什麼綠色轉型先鋒、環保標杆，你可別被這些漂亮詞忽悠了。這背後根本不是什麼進步，而是德國親手砍掉了自己工業的命根子。沒人逼他，是他自己主動自廢武功，還一臉自豪地說：“我們走在世界前列。”可這種前列更像是病得太嚴重的前列，光顧着喊口號，壓根不管現實死活。那這事兒的主角是誰？既不是軍方，也不是企業，而是德國政府和綠黨。綠黨這幫人政治理想倒是挺純粹，張口閉口就是環保、零碳、無核、無煤，仿佛全國人民都能靠曬太陽、吹大風發電過日子。問題是，他們把理想當現實，完全不管工業生產、民生需求這些基本盤。要知道，以前德國的電力結構穩得很，核電加煤電扛大梁，核電一度提供了德國30%的電力，既穩定又清潔。可2011年日本福島核事故一出，綠黨立馬趁勢造勢，把核電說得十惡不赦，喊着核電太危險，煤電太髒，必須全幹掉。就這麼着，德國開啟了一場大退步式的能源革命，先是一關關核電站，再是一刀刀砍煤電。這些年下來，17座核電站關得只剩零頭，60%的煤電廠也沒了蹤影。當時德國政府拍着胸脯保證，不怕，我們有風電、太陽能。可現實狠狠打了他們的臉。新能源最大的問題就是不穩定，有風有太陽的時候電用不完，一到陰天颳風少的冬天，立馬就掉鏈子。沒辦法，只能靠進口電、進口天然氣補窟窿。結果俄烏衝突一爆發，俄羅斯的天然氣斷了，美國立馬跑來割韭菜，把液化天然氣賣得比平時貴好幾倍，德國只能捏着鼻子買單。那德國為什麼非要這麼幹呢？核心還是綠黨的政治操弄。2021年大選，綠黨靠着環保口號拿到14.8%的選票，創下歷史最佳成績，還擠進了紅綠燈執政聯盟。領導人哈貝克當了副總理兼經濟事務和氣候行動部部長。為了兌現競選承諾，也為了保住自己的政治地位，綠黨不管不顧地推進去核去煤，哪怕俄烏衝突引發能源危機，也硬着頭皮把核電關到底。可老百姓不傻啊，日子過不下去了，自然就不買賬了。到2025年大選前，綠黨的支持率跌到了13%左右，30歲以下的年輕選民比例下降了2/3，不少人轉而支持極右翼的選擇黨。之前綠黨力推建築能源方案，要求2025年起禁止裝燃氣鍋爐，換成貴好幾倍的熱泵。結果被民眾罵翻，
供暖錘成了嘲諷綠黨的熱詞，最後只能尷尬推遲政策。這說明什麼？環保沒問題，但得接地氣，不能脫離現實搞精英主義。德國想當綠色歐洲的領頭羊，這個野心能理解，但現在這局棋明顯走歪了。環保從來不是喊口號，得兼顧現實，連工廠都養不起了，連老百姓用電都快用不起了，還談什麼環保？最後誰來為環保買單？好了，今天的內容到這裡就結束了。如果你喜歡小編的影片，還請大家多多點讚轉發，讓更多的人一起見證中國進步。關注我的頻道，這樣既能回顧往期視頻，又不會錯過之後的精彩內容。那我們下期節目不見不散。